我叫秦浩宇，现代金牌推销经理。3天前我还在5星酒店跟客户谈笑风生，一觉醒来居然来到这鬼地方，还靠山神庙的老大爷赏饭吃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哪儿来的臭乞丐？真是败坏了这秦淮风光！快走，快走！也不拿镜子照照你们那大白粉脸，跟扑了面粉似的。搁在现代，老子身边的小姐妹哪个不比你们水灵？哼！难得今日兴致大好，刘兄，你我何不赋诗一首，以赞这秦淮美景？妙哉妙哉！刘兄才高8斗，我先来。岸上2只鹅，嘘声赶落河，捉得鹅来填肚饿。吃完回家陪老婆。绝了，真他娘顺口！哪位高才，快请上船！哪来的臭叫花子？我说呢，好句子落谁嘴里也得看人。哼，船板都比他干净。诗挑衣裳，你们那3句破顺口溜也就配给我垫脚。你个乞丐也配跟本公子论诗？我不论诗，论人。你扇子拿反了还摇装，你一句诗押3个韵，酸到家了。至于你再往前压半寸，这船得翻。行了，红袖姑娘的局快开了，误了时辰你担待。红袖算什么？今晚许若仙要是真出场，红袖排队给她提鞋都排不上。赏你的，去品香阁门口要饭吧，那儿的剩菜比这香。品香阁许若仙，有钱是真好，骂人都带着脂粉味儿。别动手！别动手！自己人！你这手怎么跟从坟里刨出来似的？动的。这位公子，我看你骨骼惊奇，天庭饱满，木运邪，呸，木运神光，是100年难得一见的人才。大爷，您这套话术放我们那儿只能骗老头老太太买鸡蛋，10个铜钱一本。今天跟你有缘，给你打个折。你这不是秘籍套餐，你这是让我直接断子绝孙。小子，真正能让你翻身的，在这儿。人情密宝，在金陵，诗词是门面，才是刀。谁更懂人情世故，谁就站得更高。不会做人，才华再高也是给人垫脚。来，我今天给你开开眼，这世上的人情等级，底下的叫不通人情，饿死都没人递碗。这不就我现在？中间的叫会来事儿，别人端着好处来求你。那最上面呢？人情宗师，当今天子。合着你们这儿皇帝不是拳头最硬，是最会做人，是最懂什么时候给脸，什么时候抽脸，什么时候让别人心甘情愿替他卖命。这就有点意思了。脸皮厚，嘴皮快，但现在嘛，不通人情。不过你有潜力，你这张嘴要是开了窍，能吃人。行，这书我要了，多少钱？原价5个铜板。告辞。4个拿走，3个真不能再少了。我1个都没有，没钱还敢伸手这么利索，这说明我接受新规则的速度快。拿走！穷成这样还理直气壮占便宜，有点人精的苗子。这书口气比我还狂。记住，去那些最瞧不起你的地方，越看不上你的人，是破开你第一个。诗词我不一定会，但人情世故，老子以前就是靠这个吃饭的。这人倒有意思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一股穷酸味都能冲到脸上。这位公子也是来看灯谜的，不然呢？来看你收摊。好，公子若答得上来，我赏你童子；若答不上来，大家图个热闹。他要是认得字儿，我把灯笼吃了。小姐，那个怪人，怪是怪，可他不怯场。行，我接了。公子可想清楚了？我想得很清楚。
那今晚我就借你们这张嘴，给自己抬抬身价。他还真敢说啊！嘴这么硬，等会儿别跪得太难看。第一题，二小姐打一字。这也太偏了吧！二小姐，这怎么猜？这也叫难题？放我那儿，小学生都未必会卡住。老伯，这题的答案是滋滋吧？你说什么？二小姐就是次女，次家女不就是滋吗？还真是就没想到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蒙的吧？他肯定是蒙的。小姐，她真猜出来了。先别急，再看看。好，再来这一题，你若猜出来，我给你5两银子。老板动真格了。他要能答上，我名字倒着写。99打一字。白。什么？百少一不就是白？老板，你这5两总不能赖吧？中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他肯定以前见过。公子好文华，老朽服了。总算见着真钱了，今晚老子不至于白挨饿。老板客气了，不过是运气好，以后您别再把我当街边要饭的就行。雀儿，跟上他。小姐，你真对他上心啦？少废话。公子留步，老朽朱世才今天算是开了眼。公子以后若有用得着老朽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好说。老板，刚刚那位公子去哪儿了？那位公子呀，往吟诗台去了。小姐，他去吟诗台那边了。他还会作诗，要不咱们去看看？走。站住！这里是公子小姐吟诗交友的地方，不是你这种人能进的。凭什么他们能进，我不能？哼，凭你这身行头，你也会吟诗？灯谜撞对2道，还真把自己当才子了。他要是会作诗，我都敢去考女状元了。不就是吟诗吗？我也会。痞子也会作诗？谁说痞子就不能作诗？骆老爷子，您认识他？不认识，但老夫听说了，他在灯谜摊上解开了值5两银子的题。老夫倒想看看，到了诗上，他还能不能这么利索？诸位，这位公子说自己会作诗，既然来了，不妨请他公子现场赋一首。公子，老夫给你出个题，就写咏梅。咏梅这题可不简单，梅诗写的太多了，想出校更难。咏梅，陆游那首我还记得，反正秦淮诗会场也没人知道陆游是谁，借来用用，不算偷。有了，还真写上了。先别急，说不定他只是装样子。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只有香如故，好诗，太绝了！这怎么可能？写完了。好诗，过奖。不过刚才说痞子不会作诗的那位，要不要也来一首？行，脸算是打回去了。诸位慢赏，我先告辞。这小子有意思。嘴上像个痞子，下笔却全是孤傲和委屈。小姐，这是人家的诗，替他收着，丢在这里糟蹋了。有钱了，底气就是不一样。快看，许若仙今晚真要开琴了！秦淮第一名妓啊，多少公子一掷千金都未必见得着。今晚许若仙要是真出场，红袖排队给她提鞋都排不上。来都来了，不去见识见识这位第一名妓，岂不亏大了？小姐，小姐，你看哟，乞丐也想进我们品香阁？哼，原来不过是个登徒浪子，居然去那种烟花九月之地。老妈子，这东西你该认识吧？这位爷，里面请。小葱，快过来招呼这位爷。这钱花的倒挺像回事。公子第一次来吧？
奴家小葱，今儿由我伺候您。公子别拘着，进了品香阁，哪有只看不玩的道理？刚在外头靠诗上桌，进这儿怕是得靠别的本事了。哟，小葱，哪儿捡来这么个俊俏的？怎么，眼红啊？为何这些公子哥如此兴奋？还是我们品香阁的粉头要出场了。这些盼星星、盼月亮的公子哥，当然兴奋喽。没想到小葱姐也会吃醋。男人都是如此，都喜欢矫揉造作、喜新厌旧。等会儿我们若仙姑娘出来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真本事。他一出来，全场就没人看别的了。公子别见怪，奴家只是……幸福，没错。这女人和其他女人不一样。若仙姑娘，仙，今日出什么题？若仙姑娘今夜既弹筝，不如便以听筝为题。那就一夜留公子。今夜谁若能以听筝为题写到若仙心里去，若仙自当敬他一杯。既如此，在下便先献丑。明征青玉台，素手玉屏后。欲得周郎顾，刘兄好诗。时时勿拂弦。公子，你真要去？不然呢？他等的不就是个能听懂的人？又是。这位公子也有诗？在下秦浩宇，诗有，不过比起写筝，我更想写弹筝的人。抽弦促主听仙筝，无限琴人悲怨声。四竹春风知柳态，如随啼鸟识花情。谁家独夜愁灯影？何处空楼思月明？更入几重离别恨，江南歧路洛阳城。你这首比刘姓那首狠多了。他不是在夸若仙，他是在替他说话。秦公子，方才那首不像写给筝。我本来也没听筝。那秦公子可否楼上一句？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。秦公子，请。秦公子，里面便是若仙姑娘的闺房。你们这位若仙姑娘，排场不小。姑娘值得。长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连李清照都挂在这儿，这女人跟楼下那些笑脸可真不是一路。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你也喜欢这首？喜欢。更没想到你这里会挂它。楼下那些人喜欢看热闹，喜欢听我唱，可有些字只适合挂在安静处。你这话说的不像风月场里的人。秦公子也不像会只盯着漂亮皮相的人。你刚才在楼下可没这么紧张。楼下人多，我习惯了。楼上不一样。哪儿不一样？楼下我弹琴，他们听；楼上有人会看我。那我今晚算是看见了。你在楼下那首诗，不像写给所有人听的。本来也不是写给所有人。
秦公子既然懂这些词，不知可否再答应我一件事？哦，不知许姑娘有何请求？若是以身相许，那还得恕在下考虑一番。秦公子，您又笑话仙儿了。你先说。若仙想请公子再为我写一首为我。写当然能写，可我这人不做赔本买卖。那公子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要你唱一首诗香词。你怎么能提这个？怎么不能提？你们这儿的人不都爱听这个？楼下那些人爱听，不代表……若仙，我是逗你的。真要你唱，我反倒舍不得让楼下那些人听见。秦公子一张嘴，真会欺负人。只欺负你？其实，我从前也想过，若是有一天，我不必唱别人爱听的曲子，只唱自己想唱的，会不会轻松些？那就唱你想唱的，曲也写你想写的。说的容易，自己作曲，这如何难？再说，仙儿所作之曲，他人又是否会喜欢呢？仙儿，人生苦短，若是一心只为别人行为左右，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做曲子，只要自己喜欢就行，那管别人这么多看法，这样活着不累吗？你说话总跟别人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而已。不早了，秦公子，这就要走？再不走，怕你真把诗香词唱出来。你还提？那，你下次还来吗？来，你欠我的诗香词，我总得记着。那我等你。秦浩宇，哎呦，我的屁股，骨头都快碎了，还好肉多，没大事。老爷爷，您怎么还没睡啊？怎么，你很希望我睡死过去？是不是是？小雨啊，你这爬墙的本事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老爷爷，我想去参加林府的不通人情海选。小雨，是老爷爷错怪你了。不过你出去一天，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我不是为了功名，是为了一个女人。好，为女死，为女亡，为女去考不通人情。不知是哪家的姑娘？是品香阁头牌许若仙。花魁，好，敢爱别人不敢爱，老头子我佩服你。老爷爷，您赞同我？想当年，老头子我也是情场征战，百无不胜，留下多少美名。哎，不说了。其实我早就看你天生就有会来事的底子。那我明天就去林府报名，不过能不能入选，我可没把握。要是连你都成不了，那林府恐怕再也找不出能入选的人了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操什么心？先睡觉要紧。兄台也是去林府海选的，在下莫银。秦浩宇，莫兄穿的这么体面，冲前程还是冲美人？实不相瞒，我看上的不是林府大小姐，是林府夫人，那叫一个风韵犹存。
兄弟，口味够硬，我喜欢。这哪是海选，这是抢皇榜啊！姓名：吉怪，特长：秦浩宇，外乡，诗词对子都能试试。3日后面试，下一个。行，这门缝算是撬开了。大小姐，那个写咏梅好诗的怪人来林府报名了。一个流连风月场所的浪荡子，也敢来我林府？那我让林府管事把他轰走。站住！林府择人凭本事，他若没真能耐，就让他在面试场上当众丢脸。秦老弟，别吃这破面了，跟我回家。朱老板，你这是唱哪出？那晚被你连破2道灯谜，我女儿香香非要见见你。我闺女才貌双全，你见了保准走不动道。爹爹，谁来了？这金陵城还真是处处有惊喜。这是小女朱清河，小名香香。香香，这就是连破你2道灯谜的秦公子。难怪朱大哥夸了一路，名字像，人更像。你这人怎么这般轻浮？看着就不像会读书的。像不像是一回事，敢不敢跟我对2联是另一回事。有何不敢？诗写梅花月，茶间谷雨春，客中客入画中画，楼外楼看山外山，水向石边流出冷，风从花里过来香。10口所思，思国思君思社稷。八目共赏，赏花赏月赏香香。你欺负人！摔哪儿了？膝盖。朱大哥，拿剪刀，拿药酒。会很疼，忍不住就抓我。行啊，还有力气较劲，说明没白救。朱大哥，闲事办完了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一把大的？多大？大到能把这金陵城的才子人、达官显贵全装进咱们的钱袋子里。朱大哥，我要做的是专给金陵才子佳人装体面、斗城墙的地方。1楼散座，2楼雅座，3楼留给最有牌面的人。进门容易，想上楼，想留墨宝，交会费。这能成？成不成不在才子，在局。局做起来，他们自己会削尖脑袋往里钻。干！可这得要大楼啊！我砸锅卖铁至多500两，买楼少说5000两。那就先去挣第1笔快钱。写书，今夜备旨，明日开写。咱们先把这第1桶金硬抠出来。这法子能成，只是要辛苦大哥了。怕辛苦，我就不兴起。大哥，你坐这儿。行啊，香香，手艺不错。这2天刚学着推拿放松筋骨。别光顾着我，你自己腿伤还未痊愈，多保重身子。走过路过别错过，一袭江南绝密诗集，花诗、情诗、离愁，今日只出500本，卖完绝版。这诗绝了，给我留1本，我要情诗内册，我加价。2000多两，秦老弟，你这是抢钱啊！这叫他们求着送钱。林府考核真严，听说有个叫秦浩宇的，名字念了3遍人都没到，直接被刷了。坏了，林府考核跑反了，林府在那边。
左边，往左边跑。挣钱的时候手顺，赶考的时候要命。考核都散了，现在来干什么？嘿嘿，这位大哥，不知在林府身居何职？好说，林府副主管。哎呦，原来是林主管。林主管，通融一下。你叫什么？秦浩宇。哎呦，秦公子，您快请进，这银子我可不敢收。这不是我面子大，是有人先替我铺了路。我上等威风，显现一身虎胆。你一身痞气，敞着衣襟，露着半截胸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神仙放屁，打一成举，不同凡响。凭什么他的这么简单？我答太监最后的呐喊是刀下留命，你非说不对。当然不对，该是把根留住。哈哈哈哈哈！能进到这儿，有点本事。写首诗吧，要特别的。要特别的，那就给你们来点震撼的。大海啊，全是水；骏马啊，四条腿；美女啊，你多美，鼻子下面长着嘴。为你哭，为你笑，为你晚上不睡觉，为你愁，为你美，为你不后悔。前辈，够不够特别？够，何止够，简直出类拔萃。前辈过奖了，我只不过是脸皮厚了点，胆子大了点，点子多了点，外表帅了点，文采多了点，其他方面经验却不如三位前辈。好，脸皮、胆子、混劲儿，样样齐换，出类拔萃。最后一步，签卖身契，按了手印，你就是林府的人。签可以，但得我自己写。规矩我守，但我的命先得写在我自己手里。你小子像个能惹出大动静的。大小姐，那个人秦浩宇，他考过了，这是他在考场上写的诗。那我拿去烧了。我自己烧，你去把后院的水仙松松土。是，大小姐。我进来了，这盘棋才刚刚开始。出事了！上午刚卖，下午街上就有人照着抄，咱们的价全得被砸烂。那就别让他们有时间追，一次只推一种册子，卖完立刻换，每一批加新内容，让买的人知道只有咱们手里有最新的。小先生，行啊，这丫头不光会脸红，脑子也真好使。就按香香说的干，书不停，板不停，让他们跟在咱们后面吃灰。新来的下级杂役，走那边。那门谁爱走谁走，我不走。哼，新人都得从那儿钻，你找打？正门是给人走的，谁要是不服，现在就站出来。那个谁，怎么才来？秦浩宇，秦兄，你现在可是名人了，敢让考官改契书，绝无仅有啊！秋香到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秋香姐，有点意思。欢迎诸位加入林府，以后林府的发展仰仗各位了。传闻他40有加，看着却不过30出头，太师已经5年未曾露面，这林府的水深得很啊！口水擦擦，丢人现眼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秦浩宇，你敢偷看？我去，不是我。秋香姐给你的，别忘了去哦。才认识1天就约我，去就去，难道他还能吃了我不成？
秋香，把人叫来吹冷风，脾气够大。你就是秦浩宇？字条是你送的，人也是你约的，怎么还反过来问我？我还以为你秦浩宇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却不知也是那般无耻龌龊之人。喂，女子说话讲证据，你凭什么随便骂人？哼，我为什么无凭无据骂人？我不但骂你，我还打你。喂，你为什么胡乱打人？我打的就是你这种登徒子。我没偷看，还得白挨你踹。你活该！哼！放开我！你先别动。你这个无耻的登徒浪子，去死！你属狗的！你放不放？不放，放了你还得往死里踹我。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你非要我的性命不成？你这坏人，自己做什么事情自己心里清楚，少在这儿假装兮兮。秋香姐，你在哪儿？快放开！有人来了，你保证不动手。奇怪，人呢？秦浩宇，今晚这笔账我迟早跟你算。你这嘴怎么破了？夜里蚊子大，专挑要命地方咬。替我去告个假，就说我发热、头晕、见不得风。你昨晚到底干嘛去了？少打听，回来请你吃肉。找出那姓秦的，给我将其的腿给打断了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们秋香姐！别打了，我不是秦浩宇，姓秦的今晚根本没回来。主管，昨夜有女子闯入，将我等暴打一顿。秦浩宇他整夜未归，查无头绪，此事先搁下。秦公子，骆老爷子，您找我？我家小女1个月后要办诗词交流会，前几日看了你的诗，喜欢的紧，非让我把你请去不可。诗会地点可定下了？金陵好地方不少，可既要体面又要够大，还真难找。若我能在1个月内备出地方，骆老爷子可愿把这次诗会放到我那儿办？过几日便是小女的及笄之礼。秦公子是想通过这次我小女举办的诗词交流会，来提升你那诗友会的名声，还望骆老爷子成全。我以人格担保，一定在那诗词交流会之前将那诗友会装潢好，以迎接这次活动。秦公子对金陵文人贡献如此之大，我这把老骨头又有什么不答应的道理呢？多谢骆老爷子成全。出什么事了？大事，1个月后，骆家要办诗词交流会。若真能把这场会接进我们的诗友会，那些金陵公子小姐就都知道你这块招牌了。我就知道你能听懂。那楼得尽快定下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朱大哥呢？在外面等你，说看中了一处楼，想带你去瞧。等我拿楼回来。就是这儿，这不是买个楼，这是买半条脸面。老板开口8000两，我磨破嘴也没压下来。8000两买一座楼贵，可买一个吃诗会、吃名气、吃秦淮人流的口子就不算贵。吴老板，这位就是我说的秦公子。秦公子，你觉得这地方怎么样？好地方，我做了70年，如今卖不是因为它不好，是因为我老了。别人买楼只看桌椅和流水，可对我来说，它不是楼，
是命。我卖楼不是卖个空壳，我只想找个真能接住他的人。吴老板，若我只拿银子压你，那是糟蹋你这楼。我出5000两，剩下3000两不算砍价，算您留在这楼里的份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这楼以后我来管来改来挣钱，但九中仙3个字我不摘。您不是被我买断，是继续跟着楼一起活着。将来1楼入口处，我给他留最亮的位置，进门的人先看见九中仙，再看见新招牌。这楼我卖你了，成了吗？成了，5000两拿楼，还把吴老板的心一并拿住了。楼是拿下了，接下来才是真花银子的地方。那也值，你既答应了吴老板，就一定要把那楼改好。放心，我拿它做师友会，也拿它给你挣个好前程。这什么情况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昨晚一群女人蒙着脸冲进来，见人就打。女人？还点名找姓秦的，说找出来要打断腿。误会，你到底把那位秋贤怎么了？你这误会，差点把我们7个都送走。兄弟，难为你了，这仇我记着，来日方长，必替你报。你如今早已成林府一众姑娘的眼中钉，我可不敢与你走得太近，免得良缘没盼来，反倒惹上一身是非祸患。有这么严重？这还算轻的。早前有个无赖闯入府中得罪了姐头，被他们关在女子宿舍。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自那出来后，他便性情大变，见了女人就发抖，彻底傻了。林府丫头竟这么疯狂，难道我上次对秋香太过分了？兄弟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老前辈，不知您高姓大名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夫于关清，府里人都叫我老于。于大爷，您在林府平日里负责什么？哈哈哈哈！老夫一把年纪，多亏夫人照拂，不用做杂活，如今在府里领着养老金度日。那您带我去何处？您无差事，我又该做些什么？呵呵，不是老夫选你，是上面吩咐后花园缺个帮手，照料花草。老夫看你机灵，便把你叫来了。好家伙，叫我进林府，居然是来当护花使者的。这里就是你以后的住处，觉得如何？我不住宿舍了，这花园可不是一般花园，是我们大小姐的心头宝。你把花伺候好了，比跟那群粗人操练强。这差事我喜欢。奇怪，今天府里怎么这么安静？若把春花的劲儿借过去，一园四季同开，这才叫场面。你是什么人？谁准你把我的花园弄成这样？我问你，谁准你动这些花？先别急，我是在……住口！你一个下人，竟敢把后花园糟蹋成这样！糟蹋？我是在救他。救？我养了几年的花，你一天就给我毁成这样，这叫救？春花现在开得旺，夏秋冬这几块全是死景，我把枝接过去，等成了，一园能看4季。哼，胡说八道！我凭什么信你？不信你过几日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子！你先听我说完。让开！你一喊人，我这辈子就说不清了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，林府大小姐。啊！别碰我！你当我愿意碰？我要真想害你，刚才就不跟你废话了。我毁的是眼前几枝，想换的是你整座园子的场面。他只要出了这道门，
就真完了。站住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敢！你竟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不听人话的大小姐！我要告诉我爹娘，我要把你送官！你除了送官，还会不会别的？我若真存坏心，刚才何必一直拦着你解释？我动这些话，是想让一元四季同开，不是存心毁你心血。你胡说，哪有人能让四季同开？我能不能做到？你至少给我几天。我今天要真放你出去，你一句这下人轻薄我，我10张嘴都活不了。那你就这样欺负我吗？是你。什么？秦淮河边灯会作诗，还有那首大海诗的人，是你。挨了打，受了辱，还能忍着不发作，这个大小姐也没我想的那么只会耍横。秦大哥，别写了，林府要出大事了。怎么了？八王爷带兵堵门，外头已经乱拓了，有人都从后门往外跑了。说清楚。我听说他这次不是来串门，是来发飙的，还带了3个狠角色，一个对子王，一个失中魂，一个白面书生。咱们现在走，还来得及。林府现在乱成这样，我这时候跑算什么？可外头是兵，兵又不是冲你我来的。今天要是真让他们把林府踩穿了，明天你我跑到哪儿都还是条狗命。走，去看看这八王爷到底想怎么玩。再不跑就真没命了。八王爷的人把前门都堵了。秦大哥，你要真顶上去，咱可就没回头路了。从你跟上来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没回头路了。等等我，秦大哥，我也去。不愧是我的莫老弟，我喜欢。来，不就是一条命吗？大不了一死，一了百了，喵了个咪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莫老弟好气魄，但我们此时却不是去送死，而是去帮林府脱离困境。林太师，本王好心带人来切磋，你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？切磋自然可以，只是老夫年迈。年迈，那就让你女儿先上。林大小姐，请吧。出题。山石岩下古木枯，此木是柴。长今帐内女子好，少女更妙。小女子大材小用，大处着眼。大丈夫小题大做，小肚筋肠。好，好，好！没想到林府大小姐竟有如此文采，小生佩服，佩服。刚才不过是热身而已，接下来才刚刚进入正题。一乡2里共3夫子，不识4书5经6艺，竟敢教7、8、9子，十分大胆。怎么不对？不给本王面子！让我来试试。10阶9项齐聚8贤，深奥7雅6律5伦，堪能御4、3、2同，一世风流。你是何人？在下秦浩宇。浩宇，你来的正是时候啊！在下乃8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，号称队中之王的队子王，不知阁下是？小弟曾读过2年书，乃尘世中迷途知返的街头浪子。秦浩宇正是在下。好，我倒要会一会你。请，状元胸中墨，痞子嘴上烟，4书5经3言2拍，本本皆书。南拳北腿，东招西势，招招皆通。明千秋大义，为朝廷除奸。好，浩宇最棒了，干倒他！日月同辉，明月出天山，明否？女子并训言，好女来汉水，
好吃好吃。快出对子，对死他，对死他！结巴壳，结结巴巴笨脑壳，小心眼，小小心心三角眼。好，对得好，甚是工整啊！松松生，竹生情生，声声自应。三水色，烟霞色，色色对子王你他汪汪的，快出对子，对他汪的啊！你如此看来，对子王前辈是想小弟出题不成？好，就你出题来呀，上笔墨纸砚，笔墨纸砚，快点，再磨磨蹭蹭的，小心我朝你们汪汪的。对子王，快对呀！不会连这样的对子都对不出来吧？八王爷，属下我什么我？哼，居然连这对子也对不出，我炒了你汪汪的！废物！八王爷，您带来的王也不过如此嘛。小子，不要太嚣张！这样一个对子，谁知道你是不是胡乱写的？有本事你自己对对。浮云长，长长长，长长长啸。哈哈哈，好语好文采，不愧是我林府的人。本太师要给你升职。多谢太师抬爱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这一关就算你们赢了，接下来我有一名诗中魂者，专门赶来切磋切磋。对子你赢得巧，诗可不靠嘴快。巧也是赢，我乃八省一鬼才，文人之极高者，诗词之魂者，人称诗中魂是也。不知阁下在诗词方面是否有何绰号呢？在下乃是落魄无留、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的诗词之仙，人称诗中仙是也。你果然好大的口气，竟敢称作是诗中仙！今日我倒要看看你这诗中仙到底是何种人物。你们两人一人各吟一诗，前面那人吟完，另外一人必须写出同样类型的一首诗词。现在比赛开始。今日我就做一首诀别书：春华竞芳，五色灵素。琴上再遇而心生代故，井水有渊汉宫水，比吾而心皆是之人兮，貌于淫而不悟。哼，小子，我看你能不能写出更好的诗词。爱如天上雪，皎若云间月。闻君有两意，故来相决绝。今日斗酒会，明日沟头水。愿得一人心，白头不相离。男儿重义气，何用钱钱为？你这诗是诀别我的诗，是他为什么要诀别？诗词的确不错，本王不曾想到你这小子文才如此之好。也罢也罢，本王从来都是爱才之人。这一局平局。怎么，林太师你不服本王的判决吗？啊，你是不是想本王发飙吗？八王爷，您误会了。这第二局就平局，接下来就是第三局。若是第三局太师府输了，哼，我照样发飙。白面书生，把剑拔出来，给林太师好好开开眼。欣赏欣赏。太师小心！秋香姐，你会武？对你够用。秋香姐，小心他下盘。这女人平时想刀，动起手来更像刀，偏偏还是把最锋利的那一把刀。一群废物！呵呵，王爷不是说要发飙吗？这就是本王的镖，走！小子，本王记住你了。记住好，省得下次还得我自报姓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赏！今天一个都不能少赏。浩哥，你太神了！那对子，那首诗太绝了。秦浩宇，今日起升为2位少爷伴读书童，位列上流。秋香护主有功，升为上流，拨到我身边贴身听用。浩哥，今儿这么早呀？浩哥，空了给我也写首诗呗。都让让，都让让，爷今天升官上任，迟到了可不好看。见过浩哥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大姐，我做了首诗。你抄《诗经》还差不多。想不想放假？想，就按我教你的了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
为有暗香来。好，好，今天就放你们半日假，去找灵感。浩哥，秦淮河去不去？品香阁今天肯定热闹。两位公子可算来了。老鸨，把你们这儿的姑娘都叫出来吧，还有我们浩哥。好，来，姑娘们都出来吧。怎么了？诸位贵客，实在对不住，许花魁身体不适，今日便先退了。倒也不是不能好。什么意思啊？许花魁说了，只要秦公子上楼去一趟，他这病多半就好了。好了，浩哥，你真把许仙子泡到了？我去一趟。秦公子，楼上请。好。在下秦浩宇，特来拜访。秦公子来得倒快。花魁点名，我赶不快。你真写了？先说，今天还生不生我气？坏人，你真写了？先说，今天还生不生我气？坏人，两地说相思。你这人，诗写的正经，末尾偏要坏一下。不坏，怎么配得上你叫我那声坏人？仙儿，你今天得陪我。陪什么？我写了相思诗，你总该还我一首诗香词。今夜不只听你弹，我陪你合一曲。萧何征，试试就知道。你不是说过你不会哭吗？仙儿，跟我走吧。我给你赎身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真的。你干什么？若仙，你听我解释，仙儿，是不是我说错什么了？你没错，是我累了。仙儿，我真的是想……别说了，你先回去。好，你若不想说，你为
什么偏偏要说这句？浩哥，浩哥，许花魁是不是彻底被你拿下了？你那手段，得教教我们。想学？行，把妹，就3条。第一，长枪直入，喜欢就上，别缩。你连站到他面前都不敢，凭什么让他记住你？第二，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。他一个眼神，一句用词，一个停顿，里头都有门道。会看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你。第三呢？那就是脸皮厚。浩哥，我真是佩服的你五体投地，敬佩之情如那滔滔江水连绵不断。你小子少给我贫嘴，咱们快些回去，不一定太师和夫人在四处找我们呢。二姐，完了完了完了！这么晚，你们从哪儿回来？找灵感。找灵感？找到青楼去了？你身为伴读，带着他们去那种地方，还觉得自己有理？林小姐何必与一个下人多费口舌？卑微之人，见识总是浅些。林府的事，轮得到你个外人插嘴？我是林府的下人，也还是林府的人，你算什么？站别人家门口抖扇子，就真把自己当主人了？既然林小姐到了，在下就先告辞。下次再让我知道你带他们去那种地方，我就直接告诉我爹。大小姐，腿长在他们身上。我没跟你讲道理，我是在警告你。还有，你自己也少去。又来这一套。谁？神仙姐姐？嘴倒甜。姐姐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不必一见面就动真吧。弟弟刚才不是还想往前抱我吗？想是想，可姐姐这欢迎人的法子实在太狠。你今晚从品香阁回来，脸色可不大好看。你跟踪我，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弟弟，下次若还想抱姐姐，先看自己命够不够硬。弟弟，姐姐问你一句。你问。你是真喜欢许若仙？喜欢。那就趁早断了。为什么？有些人看得见，碰不得。你到底是谁的人？等你真有本事了，再来问姐姐。醒醒，魂都丢品香阁了。我的烤鸭飞了。浩哥，我梦里都看见花魁冲我笑了。听说你们最近诗兴大涨。大姐，我新得一首，特意吟给你听。朝天，
这也是读书人该学的。诗不好吗？诗是好诗，大少爷悟性也高。以后不许再教他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大姐怎么像更生气了？她不是骑士。浩哥，这花你都能养活，养人是不是也有一套？那得看养谁。那要是养我呢？浩哥，最近城里出了采花贼，太师今天还特意请了高手进府。真有这么邪乎？听说已经糟蹋了好几家姑娘，专挑漂亮的下手。那你们夜里都把门杀死。要是真来了呢？那就喊。喊你吗？时辰到了，我先去吃饭，保命要紧。采花贼，许若仙，白衣女人，这金陵城是真要热闹。被强吻了。哟，尹小弟，几日不见都升级了，满面春风的，是不是偷偷干坏事了？还不是托浩哥的福，上次八王爷来临府，太师看我表现好，特意提拔我。对了，浩哥，大小姐让我转告你，明天一早你跟秋香姐一起去外地谈一笔大生意。啊？为什么是我跟她？上次树林那事儿她还记仇呢，她武功那么高，万一在路上把我打一顿怎么办？我哪知道，大小姐特意嘱咐，路途远，让你早点起，别迟到。哎，行吧行吧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喂，你们两个，我今天有事出去一趟，先生问起就说我上茅厕了。浩哥放心，保证给你打掩护。浩哥肯定又去喝花酒了。就是，浩哥，记得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回来啊。看什么看？不认识字啊！闲人勿进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事儿。这牌子是给闲人写的，我可不是闲人。就你这打扮还不是闲人？知道这酒楼是谁的吗？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秦公子的产业，再不走我揍你了啊！秦老弟，你可算来了，我正念叨你呢。没事，眼神不错，好好干，改天给你涨工钱。是，老板您里面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香香，想大哥了没？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几位，没打扰到你们吧？大哥，秦老弟果然是性情中人啊，老夫佩服。秦老弟，骆老爷是特意来看看酒楼装修进度。秦老弟，这3楼空着，你打算怎么布置啊？这3楼专门用来办诗词交流会，想上来有2个办法，要么花银子，要么有才华，能对出我出的对子，免费畅玩。哦，我倒要看看秦老弟的对子到底是和千古绝对。我去准备呢笔墨纸砚。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下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。这对子可真有些难度啊。大哥的对子的确出得绝，那日我出的所有对子都被其对去，而其出一个对子却让我无能为力。看你左一句大哥，右一句大哥，感情你脑中里全部都是你大哥的影儿。朱大哥，麻烦你以后将这2联挂于3楼门口的左边。我知道了。秦老弟果然才华出众，这4联老朽居然连1联也不曾对出，秦老弟实乃天才也。这天才在下可自愧不能得，正是偶学了些诗书，习得一些才学而已，与骆老爷子比起来，恐怕相差甚远。秦老弟你也太谦虚了。哪里，这秦公子难不成还真是前世那位才子转世不成？
我自闻才华不凡，可今日一见这秦公子，却感觉无力从心，相差甚远。你怎么会想出这么难的对子？嘘，秘密。兄弟，大半夜爬墙进林府，也是冲着林府珍宝来的？看他这副样子，像是刚在府内碰壁了。几位大哥眼力真毒。既然是一路人，不如你带路。4位一同扎堆，多挤啊，不如分开，谁都能吃上肉。兄弟，等我得手，汤给你留一口。那小弟先谢过了。就在里面，秋香嘴裂，你可别太快。什么人？我去，你小子阴我！抓贼啊！采花贼进府了，快来人！都听着，4个采花贼一起来的，夫人和大小姐那边最危险。保护夫人，保护大小姐，抓住一个重重有赏。保护夫人，保护大小姐。浩宇，快！大小姐躲开！秦浩宇，想让他活就喂下去，敢伤我弟弟，你今晚走不了。老爷，浩哥，你可算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3天3夜。那晚后来呢？花中邪虫死在许刚手里，剩下那2个也被秋香和许刚拿下，就是花中剑手趁乱跑了。你这坏人，命倒是挺硬。我刚醒，你就来咒我？谁叫你总做坏事？我替你挡了一剑，也算坏。品香阁送来的，许若仙点名给你的，一提他，你倒有精神。我和他是正经来往。正经？青楼女子都把帖子送到你床前了，还正经？大小姐，别这么说他。他怎么又生气了？谁知道？弟弟，伤没好就开始是想姑娘了？你再晚来2天，我都要以为你是梦里的人了。梦里的人可救不了你的命。为林子云挡剑，值吗？当时哪顾得上值不值？那你就再答应姐姐一件事。先说什么事？离许若心远一点。又是这句。他身上到底藏着什么？你别管，你只要记住，少靠近他，才能活久点。行，我不主动找他。他若主动找你呢？那不算我失约。又来，贫嘴，字真丑。字不重要，内容值钱。那这些，姐姐拿走了。你喜欢，我天天给你写。对了，4贼里跑了一个，那人最记仇，你自己当心。要不你留下给我做保镖？想得美。弟弟，下次见面别再让姐姐替你收尸。行啊，秦浩宇，招女人你在行，养花也没掉链子。忙是忙，闷也是真闷。哟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几位姐姐组团来看我了。浩哥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们是来采花的。秋香姐，几天不见，火气还是这么旺，谁又惹你了？离我远点。大小姐忽然要花做什么？这我们哪知道，
只叫我们挑开的最好的，反正不是送你的。秋香姐，你也来亲自摘，看来大小姐真挺看重你。少套话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上次那伤好利索没有？你往哪儿看？关心，纯关心。我现在也是伤号，咱们算同病相怜。你真想知道我用什么药好的？想。没门儿！这女人下手是真黑。行啊，老朱，这阵仗真给我撑起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才来？怎么想我了？一直想。秦老弟，生意还没开张呢，你先把我闺女的心给拐跑了。朱大哥，我这是给诗源阁增添喜气。大哥，你怎么还穿这衣裳？哈哈哈哈，今儿个你们是主角，我穿什么的随便。这是我给大哥做的，你今天穿这个好不好？你一针一线做的，本来早想给你，今天正好用上。跑什么？既然是你做的，就你替我穿。大哥，真好看。香香，等忙完今天，我有话跟你慢慢说。我等你。大哥，下面全是客人。客人等得起，我怀里这个可不能总往外跑。上次你跑了，这次还跑不跑？不跑了。东家呢？真不能再耽误了。行，先记账。香阁许若仙姑娘到，赠匾1块。许姑娘肯赏脸，我这小地方都跟着增光。秦公子开张，仙儿岂能不来？只盼我是不请自来，不算失礼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。徐姐姐，你真漂亮。妹妹也好看，难怪秦公子舍不得一眼。骆家二小姐骆冰燕到，秦大哥，恭喜啊！骆二小姐这次终于肯报上姓名了，我还当是哪家小姑娘偷偷惦记我，特地送匾来呢。你少臭美！骆妹妹别理她。香香姐，我可是来给老板娘捧场的。骆昊天到，赠匾1块。骆老爷子，你这名头也太吓人了吧，差点把我这小心肝都震出来。不过是个旧名号，今天老夫来是给你开张添个彩。若仙见过骆老爷子。今日是年轻人的场子，都别拘着。今天这块红布，就请金陵小才女骆冰燕小姐替我揭开。诗缘情起，姻缘会友，好名字。今日不只是开张，更是诗会新局。诸位在这里，不光能看诗、评诗、会友，还能长期占座留名，按月来聚。这主意一听就是秦公子出的。我也是给大家行个方便，顺便赚点辛苦钱。你明明是想赚钱，偏还说的这般有情有义。秦大哥，这样会不会太市侩？你办一场诗会要花多少银子？少说也得几千两。那我让大家平日里也有地方聚，有地方留诗，有地方扬名，只收一点门槛钱，难道不是好事？今日本阁楼刚开张，请来了2位小姑娘，给我们楼阁增添一些喜庆。他怎么也来了？大小姐今日也来捧场，我这诗源阁可真是蓬荜生辉。我来哪儿还要先跟你报备不成？哪儿敢，我就是怕招待不周。你不是在灵府养伤吗？
怎么一转眼就养到秦淮河边来了？今日天色这么好，我出来透透气，伤也好得快些。我还当你是出来透气，原来是来会旧相识的。林小姐若肯来，诗园阁自然更热闹。林小姐，里面请吧。贤妹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马公子，多日不见，我一直记挂贤妹。今日见你气色这么好，我也放心了。马公子这份关心倒是够周到，朋友之间本就该如此。往后若真成了一家人，贤妹有什么难处，只管来找我。此事还要听父亲的意思。马公子现在说早了。不急，我等得起。喂，墙上这些红布底头藏着上联、对子、灯谜和休后语，谁能解出来？诗园阁楼上还有更难的。今日骆老爷子在场，辈分最高，不如请骆老爷子出题，我们这些后辈来应，如何？香香，那位马公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大哥，你连他都不知道？你这语气怎么跟看傻子一样？他是江苏总督马云泉的公子，叫马万昌。哦，怪不得，原来是背着大山出来走路。单凭斜插四枝花，杏桃李李。看来这位兄台已经有答案了。这位兄台既然先行一步，不知尊姓大名？大名不敢当，我不过是林府一个小人物。没想到林府一个下人也敢站到这种场面来，那也比不过总督公子，天生就站得高。既然站出来了，就说说看。我斗胆对一句：手卷横篇一轴画，梅兰竹菊。运气倒不错。君恩深似海，这句你也会？我哪有那本事？刚才纯属撞上。父亲，小女试试。陈节重如山。好，稳稳当当。久闻骆小姐才名，今日果然名不虚传。马公子过奖了。礼贵平平，不卑不亢。若先冒昧对一句：心能守正，无私无偏。早闻许姑娘才情，今日总算见识到了。骆老爷子过奖。你们年轻人继续，老夫先退了。恭送骆老爷子。既然今日才子佳人齐聚，不如再来一场斗诗对联。刚才这位秦兄弟风头正盛，我想先和他切磋切磋。大哥，没事，他既然想玩，我陪他。马公子抬举了，那就切磋两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孝弟忠信礼义廉。秦公子这回太快了。再来，明日逢春，好不晦气；猪年倒运，少有余财。孝古孝今，孝东孝西，孝南孝北，孝来孝去，孝自己原本无知无知。观事观物，观天观地，观日观月，观上观下，观他人，总是有高有低。父进士，子进士，父子同进士。戚夫人、席夫人，七席皆夫人。是去年的进士莫不凡。方才冒昧插了一句，马公子别见怪。莫进士肯开口，是给诗园阁添彩。在下莫不凡。听说秦兄才思敏捷，可愿与我也切磋几句？既然莫进有兴致，我自然奉陪。望天空，空望天，天天有空望空天。求人难，难求人，人人逢难求人难。漂亮！嗟叹嚎啕，哽咽喉。有了，我对泪滴湘江流满海。他居然真对出来了。秦公子每回都说碰巧，可这碰巧也太会挑时候了。今日这一局算我开了眼。秦兄，改日若得空，我再请教。莫进士客气。你这两联出的漂亮，我也差点被你按住。春风送暖入屠苏，千门晚户曈曈日。好，我来对一句：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闻回。香香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哪是人，这是一排排往里走的林子。大哥，你这会儿的样子好像比看见姑娘还高兴。胡说，姑娘和银子我都一视同仁的珍惜。香香姐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冰燕妹妹，你也跟着笑我，我只是替你高兴。诗园阁刚开张，你这老板娘就已经忙得像模像样了。秦公子今天可算风光了。一般一般。我给你下过几回帖子，你一次也没来，现在见你，倒要靠诗园阁开张。最近确实忙，等忙过这一阵，我亲自登门赔罪。
那我等着。成了，真成了！今天这一场，咱们诗园阁算是在金陵立住了。这才第一天，后面还有的忙。香香，奇怪，人去哪儿了？我找了半天，原来你躲这儿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上来了？你答应过我，不再躲我，那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？我在等你。香香，看着我。大哥，吻我。香香，大哥，你怎么不多睡会儿？你坐那么远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大哥，碰疼了？不疼，香香就是喜欢大哥这样抱着我。以后我会一直抱着你。爹，你过来。小婿见过岳父大人，人给你了，你就得给他个交代。名分这件事儿不能拖。岳父放心，我不是图一时快活的人。等我把林府那边的事处理干净，一定风风光光娶香香。林府的身契可不是说拖就拖，你拿什么娶？我心里已经有招了，先让他们以为我还在局里，等时机一到，我自己把路撕开。你小子果然不是白给的。这地方真有意思，以后金陵写诗会友，怕是都绕不开这里了。大哥，你该回林府了，再不回去，大小姐真要找你麻烦了。你这一放手，我就真不想走了。那也得回，等你忙完再来。好，听老板娘的。滚开！让开！赶着投胎啊！会不会走路？完了，这回像真让人迎面捅了一刀。哟，两位少爷，这么晚了还打扮成这样，是要去哪儿找灵感？浩哥，还是你懂。我们就出去转转，你可千万别跟大姐提。不提也行，总得有点封口费吧。浩哥，兄弟俩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去吧，路上当心，别真把灵感找进家谱里。仙子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谁是你的仙子姐姐？我说的就是大小姐。放眼整个林府，谁当得起这4个字？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少贫嘴！你要不是仙子，那天上的仙子都得下来跟你认姐姐。那你告诉我，昨晚为什么没回林府？我不是早说过，诗园阁刚开张，事情多，忙到连夜都不回。大小姐深更半夜守在我门口，就为了查这个。你少岔开话！你无故旷工2天，我可以扣你工钱。别啊，大小姐，天大的事都好商量，扣钱这种伤感情的事儿就算了吧。那你就老实交代。那施元娥的香香，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大小姐这是查我私账，
还是查我亲情？我只是想知道诗源阁背后那个出主意的人是不是你？不是，真的不是？绝对不是。那我再问你一句，你觉得马万昌这个人怎么样？总督公子家世不差，面上也周全，可要真挑夫婿，我不放心。谁说我要嫁给他？那你今天在诗源阁，不是已经……你什么都不懂。弟弟，今晚姐姐等你好久，却不见你回来。你若再乱跑，姐姐可要不高兴了。一个堵门，一个留字条，看来这林府真要起风了。听我一句，尽快离开林府。林府里有人会惹出大麻烦。谁？该知道时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你要打的这东西真能用？你先照着做，能不能用我自己试。差的就是这一下劲儿。你拿这个做什么？不会真要半夜出去打人吧？在大小姐心里，我就这点出息。你比一般坏人难猜。你这次来，不会又只问马万昌吧？就是他。可这次不是我的婚事，是林府的生意。马万昌想整顿布匹市场，拉几家商号做一个协会。马家背后有总督府撑着，别家大多都会给面子，可林家若进去，难免受制；若不进，又会被排挤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手里既有权势又有名头，还想借这个局把林府按住。所以我才来问你。那还有个最省事的办法，你嫁过去，林马两家成一家，不就谁也不用算计？什么后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？好，好，好，不逗你。我若真有别的路，也不会来找你。行，那我说正经的，不排条，如果马家真要做出一样的局，不如换路，不是换到别人已经在做的换路，是做市面上还没人花钱，富户也愿意追捧的新东西。比如什么？先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把东西想清楚，再给你看珍宝。好，我等你。浩哥，浩哥，大姐，你拿的是什么？是谁送来的？拿出来。大姐，大姐，我们错了，是铁子自己送来的。今天这路怎么走得我后颈发凉？姓秦的，你还认得我吗？华中剑手。